华为又在那吹牛了。华为 Mate 70来了，预约超100万了，说要从明年开始量产他们的 AI 芯片升腾 910C， 还说性能能赶上英伟达的 H100， 这不是开玩笑吗？咱们来算算账。首先，这芯片连生产都成问题。知情人士透露，华为自己都造不了，只能找中芯国际代工。可问题是，中芯国际被美国制裁的，连 ASML 的最先进光刻机都买不到，良率才可怜的 20%， 什么概念？就是说造5片芯片，有4片都是废品。这种水平也好意思出来吹？国际上芯片良率要达到 70% 以上才算及格，才有商业价值。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？华为号称他们的 910C 能媲美英伟达的 H100， 但 H100 是什么时候的产品？是2022年推出，2023年出货的。就算华为明年真能量产，等到2025年芯片真正能用的时候，也就堪堪赶上人家2年前的水平。这不是自己往脸上贴金吗？更可笑的是，最近台积电都宣布断供中国 AI GPU 客户7纳米以下的芯片了，三星也跟着发通知停止供货。俄罗斯媒体都看不下去了，说中国的 AI 领域要遭重创，现在只剩下古老的芯片可用了。我给大家算个时间线，去年6月，华为推出手机旗舰 Mate 60 Pro 时，吹嘘用了自己的7纳米芯片 9000S， 结果呢，没过多久，美国就对 EUV 1970i 和 1980i 这2款光刻机也限制出口了。这下可好，连用多重曝光实现先进制程的路子都给堵死了。有业内人士揭露说，华为和中芯现在是用4次曝光的办法来突破 ASML 旧款 DUV 机器的极限，要求的对准精度的比头发丝还细100倍。你说这种方法能有多少良率？而且生产一片要曝光4次，成本能不高吗？花这冤枉钱图啥呢？最要命的是，现在还在强推国产设备替代方案，结果这些设备质量实在太差，根本配不上 ASML 的 DUV 系统。一位台湾 IC 设计资深经理实话实说，中芯的7纳米良率连 40% 都不到，华为被逼的只能通过第三方渠道去台积电下单。这种低良率，任何一家正常的商业公司都不会用它来生产。华为现在走的是一条死胡同，在7纳米这个级别上吭哧吭哧的挣扎，结果人家台积电都要上马2纳米了，这科技差距怕13代都追不上了。还有人说，华为不是在国内市场混得挺好吗？可拉倒吧！就中芯那点产能，华为每年需要几千万颗麒麟处理器用在手机上，再加上几十万颗 AI 芯片，根本供应不上，这不是自欺欺人吗？所以我说啊，就现在这情况，华为想在全球高端市场竞争，门都没有。看来以后华为只能在一些不发达国家混混了，就跟当年的山寨机一个德行。最近中国芯片市场打起了一场惨烈的价格战，看得美国、韩国企业直哆嗦。我给大家讲讲这里面的套路。大家知道，中国在先进制程芯片上被美国卡脖子，那怎么办？转头就在成熟制程和内存芯片上拼命卷。最近啊，长鑫存储和福建晋华这2家企业干了一件惊人的事，把芯片价格砍了一半。是的，你没听错，直接打5折。有多夸张呢？他们卖的 DDR4 内存芯片比韩国三星、SK 海力士的同类产品便宜 50%。而且更绝的是，有时候价格比二手翻新的芯片还便宜 5%， 这不是杀敌800，自损1000吗？那这些企业图啥呢？套路其实很简单，拿着政府补贴疯狂扩产能，然后用低价打垮竞争对手。这招在中国屡试不爽，钢铁、光伏、面板、电动车哪个不是这么玩的？
我给大家看组数据，今年中国的记忆体芯片企业注册量达到了8008家，比去年暴增42%。这是什么概念？就是平均每天新成立22家芯片企业。再看看长鑫存储，这家号称是中国 DRAM 龙头的企业，它的产能从去年每月7万片晶圆，一下子飙到今年的20万片，足足涨了将近200%。而且他们还说，未来几年要冲到每月30万片，要直下全球 DRAM 11%的市场份额。就连被美国制裁的福建晋华也不甘示弱，硬是在 DDR4 产量上死命往上冲。这下可把韩国企业吓坏了。韩企怎么应对？只能往更先进的 DDR5 和 HBM3 转移，赶紧跑路保命。但是这种靠政府补贴不计成本的商业模式能撑多久？我给大家算笔账。第一，现在中国连7纳米以下的先进制程都做不了，台积电和三星都已经明确表态，不会再给中国客户供应这个级别的芯片。你说这些企业拿什么去跟人家竞争？第二，价格战打到最后就是内卷。现在中国这些芯片企业哪个赚钱了？不都是靠政府输血活着吗？就这样还在疯狂增加产能，这不是找死吗？第三，最关键的是技术问题。你现在用老掉牙的技术去生产，良率低，成本高，还要打价格战，这不是自己把路给堵死了吗？所以我说，这种价格战看似热闹，实际上就是在饮鸩止渴。中国芯片产业现在的情况，用一句话形容，就是为了面子不要命。而且你们注意到没有，现在不光是芯片，连带着上下游产业都在卷，什么封装、测试、原材料，全都在打价格战。这不是把整个产业链都往死里整吗？更让人担心的是，未来这种情况只会更糟，因为特朗普很可能在明年重返白宫，到时候对中国的芯片制裁只会更狠。没有先进制程，只能在低端市场死磕，这就是现在中国芯片产业的真实写照。这让我想起一句话：不在起跑线上较劲，却在终点线上拼命。说的就是中国现在这个情况，眼看着在高端市场已经落后得看不见人家尾灯了，就在低端市场上拼个你死我活。最近华为又整了个大新闻，说是推出了纯血鸿蒙操作系统。华为那个余承东在发布会上吹的那叫一个天花乱坠，说什么系统底座全部自研，生态设备超过10亿台，连央视都跟着吹，说这是打破欧美技术垄断的标志性成果。可是等等，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历史。2019年，华为就说过鸿蒙与安卓和 iOS 完全不同。2020年又说不是安卓的抄袭。结果呢，美国科技媒体一分析就发现，早期的鸿蒙就是换皮安卓，连代码都懒得改。一位前互联网公司的工程师实话实说，之前的鸿蒙就是安卓换了个皮，现在所谓的原生鸿蒙，其实就是为了甩掉安卓换皮这个帽子，才硬把自己搞得跟安卓不兼容。这根本不是从技术角度出发，纯粹是为了面子。还有那个10亿台设备的说法，简直是天方夜谭。这位工程师算了一笔账，就算把华为历史上卖的所有手机、手表、平板都算上，也凑不够10亿台。华为这是把人家美的九阳的电饭煲也算进去了，那我家的电饭煲也是智能设备，要不要也给它装个鸿蒙？说到这儿，大家知道全球主流移动操作系统就2个，苹果 iOS 和安卓。就连微软、亚马逊这样的科技巨头都在移动操作系统上栽了跟头。为啥华为非要在这个时候推纯血鸿蒙？原因很简单，这是国家的信创计划。为啥要搞这个计划？就是想在关键技术领域实现自主可控。从政府部门开始推广，
然后逐步扩展到金融、电信、交通等8大行业，目标就是用国产替代进口，实现所谓的应替尽替、能替尽替、真替真用。你看，各地政府已经开始强推鸿蒙了，深圳、北京、上海都出台了支持政策，深圳、乡议办这些政府 App 都上了鸿蒙版本。说白了，这就是一个政治任务。更要命的是，华为说它的原生鸿蒙现在支持15000个应用，听着不少是吧？但苹果和安卓可都是100万级的应用数量，而且开发者要给鸿蒙开发应用，得把程序完全重写。你说谁愿意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？一位硅谷资深工程师点破了真相，华为搞鸿蒙根本不是冲着商业利益来的，而是为了所谓的数字主权。说白了，就是想在网络空间有自己的一套体系，让关键技术都掌握在自己手里。现在你看，从 AI 到大数据再到云计算，都在往这个方向使劲。而且更吓人的是，2021年就有网友爆料，华为手机升级鸿蒙 2.0 后，装个翻墙软件，立马被警察找上门。现在的纯血鸿蒙呢，人家说可以在手机本地直接审查你的内容，连上传都不用，直接就给你掐死在摇篮里。这不就是在给防火墙加砖加瓦吗？用了鸿蒙，那就等于是在自己脖子上套了个电子枷锁。所以现在很多明白人都说，宁可多花点钱买国外的手机，也不用装了鸿蒙的国产机。所以啊，华为这个鸿蒙系统啊，跟它那个芯片一样，说白了就是在玩政治任务。但最后吃亏的是谁？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啊。你说这些企业为了完成上面的要求，把正常的商业逻辑都扔到一边，最后买单的不还是用户吗？大家想想，现在华为这种做法，不就跟当年的大跃进一样吗？就是为了面子工程，硬要说自己能赶超美国。结果呢，芯片做不过人家，就在低端市场打价格战，操作系统比不过人家，就搞个封闭的生态圈，自娱自乐。大家觉得这样能行吗？这事儿能成吗？